你快点呀，再不汽水就不冰了。你跑那么快，我追不上。要不你把汽水给我喝，我就又有力气了。20年前的那个秋天，你递给我那瓶汽水，我到现在还记得是什么味道，橘子味。这是橘子味。因为你记得我喜欢下留给了我。这么多年，我一直喝橘子味的汽水，现在不清是喜欢还是喜欢。可是梦魇，你知不知道，最想要的不是汽水，是还能继续看着你跑在前面，回头对我笑。周伟，你快点呀！梦魇，每一天我都觉得自己活在一个错误的世界里。如果那天我能，下次再来看你。谁？你是谁？你到底是谁？是你们杀了梦魇！死亡只是时间的终点，而我能提供的是一个起点。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想要知道真相，请跟我来吧。过来坐下，然后闭上眼睛。你说提供起点，闭上眼睛，为什么？见证需要一点仪式感，或者你可以把它当成一次信任测试，数3下。
你怎么做到的？我的命就是活在时间的裂缝里，我的意识不在一条时间线上，这究竟是什么情况？让你看看时间的真相。看，这是我弟弟顾川，他是个非常怕光的害羞的小男孩。嘿嘿。顾川，梦妍的弟弟，可你的脸怎么会变成这样？你不是只怕光吗？那只是我这病症里最表象的一环。时间，在我的感知里不是一条河，而是一片海。我的意识是海里的一条船。这种不受控的时间跳跃会对肉体造成伤害，而这些疤痕是时间在我身上留下的。所以，你真的是顾川。曾经，他是我唯一的光，我跳跃了无数次，只为找到救他的方法，但我一个人做不到。我需要你的帮助，周围，回到20年前那个雪天，救他。你，求你。那梦魇知道吗？你的病？他不知道，他只当我是体弱怕光。我不想让他看见我变成怪物。我试过很多次，想独自跳回那个血液，但每次靠近关键时间点，就会像撞上玻璃一样被弹开。怎么了？你是他生命里重要的坐标，只有带着你去，才有可能在那个血液找到真相。你能反复穿越时间，为什么还需要我？我无法控制，我可能刚回到那个时间点，下一秒就被逼着现在，而且……等等，你做什么？每一次穿越，身体对光的排斥就更深一层。现在哪怕只是这样的微光，都像把烧红的刀子捅进来，我根本无法靠近。所以你需要一个能站在光里，能替你停留在那个时间点的人。不止如此，需要一个记得他一切细节，能认出所有关联者的人。周一哥，我不是在挑选帮手，我是在求一个正义。这20年，把那个血液前后所有能查到的蛛丝马迹都挖了出来，每个人的行踪，每句被忽略的证词，每一个不合常理的细节。我可能不知道凶手是谁，但没人比我清楚那个血液有多少不对劲的地方。来吧，把你跳跃时间的能力借给我。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每一次穿越，代价都不是回到过去本身。是你在过去停留的每一秒，都在剥离你的现在。我不想你也。现在，换你跟我来。这些都是你一个人。从他离开那天起，这里就是我的第2现场。这不是普通的屋子，是现场再现。每一次重看，都是回到那个血液。这张照片是从警方证物册里翻拍的，右下角的水渍是他倒下去时雪花在相机镜头上。20年了，我没有一天放弃过。经过无数次逐字小对比对，所有相关的新闻报道，我剪下来，放大。
不是直觉，不是猜测，是合理的分析。这3个人是当年最有嫌疑的人。刘小白，他的班主任，数学老师。案发前2个月，顾梦妍的数学成绩从年级前10掉到了中游。我查过当年同校教职员工的离职档案，只有他的离职理由和社保记录里的就医时间对不上。林书月，顾梦妍最好的朋友，他们从初一起就同班，高二分科后仍是同桌。之前林书月已经和他断绝关系，我试过好多次找他当面问，他似乎一直在躲避什么。赵山河，追求他未果的小混混，2次校园暴力，把同学推下楼梯，受害者轻伤，调解赔偿结案。半年内没有更换工作单位的记录。这是案发前3天，顾梦妍书包里发现的。他没有报警，也没有告诉父母。林书月在笔录里说，顾梦妍觉得是恶作剧，不想把事情闹大。这3个人都有动机，有机会。刘小白掌握他放学的规律，林书月知道他常走哪条巷子，还有赵山河有过暴历史。当晚，所有有动机杀害顾梦妍的嫌疑人都有最完美的不在场证明。就像有人替他们把时间一个一个校准过。第一个，刘小白，不仅是班主任，还是当年女生们私下谈论的焦点。30出头，学识风度俱佳，尤其对梦妍特别关照。他们单独辅导，从1周1次变成3次，最后几乎每天放学。那2个月，刘小白主动申请留校的次数是其他老师的3倍。直到有人在教师公寓楼下看见梦妍傍晚匆忙离开的背影，刘岩就再也刹不住了。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告诉你什么？告诉你他可能真的对这位老师有过朦胧的好感，还是告诉你他后来收到过夹在作业本里的这支刀？他收到这个的时候是什么反应？当天是他值日，最后一个离开教室。他把纸条叠成四四方方的一小块，夹进语文课本的封皮里。他没告诉任何人。收到恐吓信的那一刻，他第一反应想到是那几秒的触碰。你怀疑是他？案发后，刘小白被停职调查，但他的不在场证明牢不可破。接着到12点，他在办公室熬夜批改作业，其他老师可以作证。从学校不行，至少需要1个小时。这就是现在的刘小白，一个酒精肝晚期，靠救济金苟活的废物。但20年前，危言四起，当恐吓信出现，他会不会害怕失去一切？有时候比欲望更能催生。那这个人渣呢？赵山河，我记得他，姐姐说过，这人像疯狗一样甩不掉。显示，高2下学期他因为斗殴被记过，用砖头砸断了同班男生的鼻梁，只因为对方不小心撞了他。唯一被白纸黑字证实有暴力倾向的，但暴力倾向不等于杀人证据。赵山河，当年隔壁班的校园恶霸，他看上了梦魇，死缠烂打。哟，这不是咱们年级的学霸吗？跟哥去看电影呗，别整天跟着穷小子混，跟着我，在学校没人敢欺负你。他不想看见你。你算老几，梦魇？我告诉你，我看上你是给你面子。你再纠缠，我就告诉校长，告诉所有人你骚扰女生。顾梦魇拒绝了他很多次，装什么清高？我才能让你在学校里横着走？你以为拒绝我就没事了？我赵山河要的人还没有得到呢。行啊，敢打我，你越这样，我越要得到你。滚！别碰我！你再靠近我就喊人了。我永远忘不了他当时的眼神，那种被当众羞辱后的怨恨和暴力，足以酿成悲剧。这些姐姐从没细说。他不想让家里人担心，但事情在案发前1周激化了。案发前1周，赵山河几乎天天堵在校门口。但是案发前那个晚上，赵山河和他的同伙在小蚂蚁网吧和其他人产生冲突，监控记录下了这一切。这是案发前3天的画面。赵山河在校外台球厅门口
狠狠将球杆砸在墙上，对着电话怒吼。但口型一息，可便试试顾梦嫣言3个字。赵山河那晚8点多出去过，快10点才回来，手上好像还缠了东西。这是谁？一个当时他同栋楼的混混，去年因盗窃入狱，临进去前想换点钱，才把这事吐出来。10点半出门，快10点回来，手上缠着袋子，好像有血，但时过境迁，无法作为有效证据。时间对不上，伤口对得上。有一个细节我一直没对外透露。梦妍的手腕上留下了3道明显的平行痕迹，这是某种剧烈外力摩擦留下的。梦妍指甲很短，血滴也没有任何能造成这种伤的物品。这伤口我见过。你哥你在哪里？在我最后一次时间跳跃的混乱碎片里，有一个画面，姐姐的手里好像握住。走。20年了，他一个人躺在那里，我却在时间里跑来跑去，什么都抓不住。感情他手里握着什么？梦魇曾经最好的闺蜜，林氏集团的千金，他们当时形影不离，好得像一个人。梦魇出事前几个月，他们突然决裂了，毫无征兆，变得形同陌路。没有人知道原因。我问过梦魇，她只是摇头，什么都不肯说。但那个秘密一定是关键。林书月因此对梦魇产生的怨恨，可能深不见底。案发当晚，林书月参加了他父亲的商业晚宴，许多达官贵人都目击到了他的身影，这也让他的嫌疑被排除掉了。这3个人都有动机：班主任的私欲，闺蜜的隐秘怨恨，混混的恼羞成怒。3个人的不在场，证明全都无懈可击。无懈可击，就是最大的破绽。关于你姐姐的案子，官方结论都在这儿了。2006年1月2号上午，人民公园，3个玩捉迷藏的孩子推倒了一个雪人。公园不是第一现场，他是被杀后运到那里，塞进雪人里的。死亡时间推定1月1日的凌晨1点到2点。旧伤，档案里只一笔带过，但那些伤说明他活着的时候可能就不太好。重点是这些现场找到的东西，它们像散落的密码，但我一直没能拼出完整的答案。第一，2张1月1号下午去昆明的火车票，顾梦妍计划在案发当天远走高飞，和谁不知道。第二，一个黑色 MP3 被砸得稀烂，这是我曾经送他的，但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在案发现场，又为什么被毁掉。第三，公园附近某处找到一个黑色大行李箱，行李箱上面贴着一张可爱的贴纸，里面留有一些关键的痕迹，那是他们用来转移的工具。最后，凶器一把小刀，刀柄刻着青龙2字，指纹被擦得干干净净。所有这些火车票、MP3、行李箱、带血的刀，应该他们都在讲述一个事实，一个关于计划、冲突、毁灭的事实，但这个事实却无法解释。我查了20年，这3个嫌疑人，每一个似乎都能和某些物证扯上关系，但每一个最终都无法解释这个案件。它就像一道绝壁，挡住了所有逻辑推理的路，凶手就在那里，嘲笑着所有试图接近真相的人。档案里的内容就这些了。案发前2天，你见过他吗？没有。
那天我没见到他。顾梦魇同学请假了，大家打开数学课本第98页。当时我只是觉得有点奇怪，以为他是不是感冒了。那时候太年轻，脑子里除了重要的考试，就是放学后能跟他多说几句话。根本没想到，那可能是我能见到他的最后一天。如果时间真的能回去，也许只要当时多问一句，多看他一眼，一切都会不一样。可是没有如果。我等了20年，现在你把这个如果带到了我面前。如果回到那天，你发现什么都改变不了呢？我不是神，我只是一个被时间撕裂的残次品。可能我们回去只能眼睁睁看着同样的事发生，那至少让我站在他身边。明天，带上你最重要的东西和告别的心情。我们不会只是回去看看。记住，周围，时间不是游戏。我们扔进过去的任何一颗小石子，激起的涟漪可能淹没一切，包括我们自己。明天见。这一次，我准时到。什么东西？一颗球，一次下意识的踢脚，一个微小的角度和力度的不同，结果天差地别。初始最微不足道的变化，经过一连串的连锁反应，足以引发一场巨大风暴。记住，周围，时间不是游戏。我们扔进过去的任何一颗小石子，激起的涟漪可能淹没一切，包括我们自己。可能淹没一切，包括我们自己。20年了，原来答案一直藏在这条街上。我路过这里多少次，从没进来过。A 叔，您看一下店，我招待一位朋友。给我用无数次不受控的跳跃积累下的锚点，一个尽可能隔绝外界干扰，用来对抗时间的地方。每一次失控回来，我就往这间屋子添一件东西。这些东西不是装饰，是证据，证明我去过那些回不去的日子。我的能力，或者说我的病，根源在于脑电波频率的异常紊乱。我的意识无法锚定在一条时间线上。你可以理解成别人的时间是河，我是海里的一块浮木，永远不知道下一秒被冲到哪个岸边。这个是我根据自身情况设计的脑波稳定器，它能暂时将你的脑电波频率调整到与我相似的紊乱波段。带上它，我才能作为信标，引导你的意识穿越20年的时光。但记住，它不稳定，
所以，我不是身体回去，只是意识。身体承受不了那种撕裂，只有意识能短暂锚定在过去，但代价是你在过去停留的每一秒都在消耗你现在的时间。如果我们在那边待太久，会怎样？你回来的时候，可能发现已经过了3天，也可能过了3年，也可能找不到他回来的路，找不到的路。没错，你的意识会附着在20年前的你身上，你能看，能听，能思考，甚至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年你的行动，但主导权在于现在的你。这个是特制的，它能随你的意识一同穿越，它是我们之间唯一的联系通道。在那边你遇到任何问题，或者找到关键线索，用它联系我，我能听到，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从未来的视角给你信息支持。周伟，记住，我们只有一次机会，时间窗口是2005年12月31日早上10点到2006年1月1日凌晨1点，满打满算15个小时。你的目标只有一个，找出凶手，救下顾梦魇。除此之外，不要做任何多余的事，不要试图改变任何与拯救梦魇无关的细节。亲眼见过蝴蝶效应，哪怕只是对过去说出一句不该说的话，扶起一个本该摔倒的人，都可能让未来滑向完全不可预测的深渊。你明白吗？我明白。目标只有一个，救梦魇。除此之外，绝不节外生枝。我准备好了。请听战斗机。等我，梦魇。回来了。你看他过人的那小碎步，得了吧 ！C 罗那身体素质、爆破力，曼联今年肯定拿欧冠。我哭死了，可我觉得月如更可怜。那么优秀啊！逍遥就是个渣男。这手是我的，17岁的手，冷，是冬天的冷，不是那间地下室的阴冷，是真的回来了。下雪了，那天的雪，我积了20年，原来这么大。嘿，周伟，你怎么睡这么久？口水都快流卷子上了。我做了个梦，很长很真实的梦。我梦见我30多岁了，20年后世界变了很多。就是高考压力太大了，脑子都学木了。走走走，放学打雪仗去，好好放松一下。是我，真的是我，17岁的我，他还活着，他还活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还在。不，今天是31号，明天就是。我不是回来做梦的，我是回来拯救梦魇的。我到了。2005年12月31日下午教室，状态正常。时间这吻合，吴姐呢？她的座位是空的，接下来该怎么做？直接去找她。他家地址是……不，先别急，仔细听我说。下面的话非常重要，关乎你能否成功，也关乎我们会不会引发不可控。周围。周围，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上课时间，这是什么？玩具？还是什么新潮的通讯工具？高3了，周围，距离高考还有100多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很珍贵。你看看你都在干什么？心思要放在学习上，不要贪玩这些与学习无关的东西。这个，老师暂时替你保管。等高考结束，你表现好了，
再来办公室找我拿回去。好了，继续自习，保持安静，不要像某些同学一样心浮气躁。你完了。没有他，我怎么办？顾川还知道什么关键信息？我该怎么联系他？梦魇，不能乱。他最后说的那句话，办公室，他一定知道什么。我只是作为班主任，对家庭困难的学生多些关心。对不起，不是我的错。刘小白、刘岩，办公室，对讲机就在那里，也许还有别的，必须去看看。刘小白，我来了。林书月，见到梦魇了吗？你们后来有没有再谈谈？他来学校了，我去交作业时在走廊碰到他，他刚从刘老师办公室出来，应该是请假吧。他脸色很白，眼睛有点肿，好像哭过。从我身边走过时，我看到他挽起的袖口下面有淤青。看了我一眼，什么都没说，但那个眼神很空，像是不认识了。不是不认识我，是不认识所有人。让请假走了。你后悔吗？如果我说后悔，能改变什么？他那天想跟我说什么的，我没听。我走了。梦魇还活着，上午还在学校，但状态极差，应该遭受了暴力，并且是主动请假离开。时间，最关键的就是时间，不能再等了。进来。周围，现在是自习时间，你不留在教室复习，到处乱跑什么？刘老师，对不起，我真的知道错了。那个对讲机对我真的很重要，是我爸留下的老物件，能不能求求您先还给我？我保证，高考前我把它锁在家里，绝对不再带到学校，也绝对不再上课走神。再知道错了，上课偷玩的时候想什么去了？你们这些学生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老师，我知道我让您操心了，这个一点小意思给您赔罪，您千万别告诉别人，我真的就这一次，以后一定好好学习。周围啊，你这个人本质不坏，就是容易分心。老师严格要求你，是为你的前途着想，下不为例，知道吗？行了，既然你认识到错误，态度也诚恳，去找吧，就那个柜子。谢谢老师。刘老师，今天上午顾梦魇来找你请假了是吧？他请了多久啊？请了3天，说是身体不舒服，脸色是挺差的。哦，他没什么大事吧？能怎么样？哭哭啼啼的，他还非要把之前没收的那个 MP3 拿回去，黑色的，我看他可怜就给他了。问这么多干嘛？赶紧找你的东西。黑色的 MP3， 不会错，那个黑色 M3是我攒了整整1个暑假的零花钱，在顾梦魇16岁生日时送给他的礼物。案发现被砸得稀烂稀烂的关键物，他为什么要再强在这一点，特意来学校取回它？找到了。
3个嫌疑人当中，刘小白的动机、时机、条件都最充分。我不敢赌，我不能让梦魇再有丝毫风险来自这个方向。只要他今天动不了，就少一个危险。老师，这柜子好像不稳。小白，完了，出血这么多，不会真死了吧？还活着？妈呀！这是怎么了？快来看，路上，快过来帮忙！我就是想拿本书，我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柜子突然就倒下来了。我想扶没扶住，刘老师他……天哪，刘老师！刘老师，您别动，我送您去医院。麻烦哪位老师帮忙叫辆车，去最近的医院。你快我去！师傅，师傅，去最近的医院，快！我老师受伤了。周围听到吗？情况保持冷静。在，出了点意外，但目标已暂时失去行动能力，正在送医院的路上。意外？什么意外？周伟，你做了什么？我拿到了关键信息。梦魇早上请假时，从刘小白那里拿回了那个黑色 MP3，就是我送他的那个。刘小白，他今天不会再有机会靠近梦魇，他身受重伤，眼睛也碎掉了。顾川，刘小白已经入院，我拿到了他的高度近视眼镜，他应该至少1周之内失去行动能力了。周伟，停下你所有的行动！我刚才同步了时间线，我姐姐在20年后的记录里，死亡事实没有改变，死亡时间、地点、方式和原来完全一样。所以，刘小白不是真凶，至少不是直接动手的那个。你的排除是无效的，而且引发了严重的蝴蝶效应。在我的时间线观测里，因为这次意外，刘小白战党伴随脑溢血住院1个月。出院后，他坚信是你故意报复了所有关系，没有参加高考，被爱情中学开除，你的人生轨迹彻底偏离。现在你在原地反转换许久。那又怎么样？如果梦魇能有未来，我的人生变成什么样，我都无所谓。有所谓，蝴蝶效应是连锁的，你改变的不只是自己，而且你现在做的可能全是无用功，甚至是在帮倒忙。我最后警告你，没有确凿证据前，不要再对任何嫌疑人采取过激行为。知道了，刘小白不是凶手，那会是谁？赵山河、林书月。案发地点：人民公园那棵松树旁。去人民公园。凶手会在晚上，大概率是用行李箱把梦魇运到这里，然后制造血人藏尸。档案里写积血覆盖，无目击折减，但我现在站的地方，今晚会变成第一现场。这个陷阱不是为了捕兽，是为了捕人，捕那个即将到来的凶手。不管你是谁，今晚只要你敢来，要埋的自然，不能有一丝破绽。积雪的厚度、边缘的弧度都要和周围一模一样。20年了，
我等的不就是这一刻吗？完美，看起来天衣无缝。现在就等猎物上钩了。谁？大哥哥，树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你这样克它，它会疼的。老师说了，破坏树木会遭到大自然的惩罚。糟了，被看到了刻字，必须吓走他们，不能让他们在这里玩，更不能让他们碰那个陷阱。你们好，我不是在玩，我是在做标记。你们看，我这伤就是被这附近的恶狗咬的。最近这里来了好几条大野狗，特别凶，所以我才刻字警告别人。快回家吧，今天雪这么大，回去堆雪人多好，别在这儿待着了，这儿很危险。而且我告诉你们，这些野狗可狡猾了，就喜欢躲在雪地里，有人靠近再扑。你们要是还在这里玩雪，万一踩到他们藏身的地方，咔嚓，一口就把你们的鞋子咬穿。我会回来把它拆掉的，但现在谁都不能靠近这里。恶狗？可是你看着也没比我们大多少啊，干嘛自称叔叔？你也是学生吧？对了，我忘了，我现在不是那个30多岁、饱经沧桑的周伟，一个还没经历过失去的高中生。听着，不管我是哥哥还是叔叔，这片小树林真的不安全，千万别来这边玩，也告诉你们的小伙伴，行吗？好吧，那我们去那边玩了。顾川，听到吗？我是周维，我这边做了些布置，你那边看看档案有没有发生变化，哪怕最微细的改变。周维，你做了什么？我这里档案细节真的变了。发现现场的第一目击者变了，之前记录是2006年1月2日上午，3个在公园玩打雪仗的小学生，现在变成了当天早上巡逻的公园环卫工人。更重要的是，现场多了2样东西。雪地里发现了一个被处的兽夹，夹着一只41码的男士运动鞋，鞋底有挣扎痕迹，对于另一个人的血迹。那棵作为抛尸地标的松树上，发现了新的刻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是你干的？看来我的礼物送出去了，凶手果然在预定的时间出现在了预定的地点。鞋，41码的男士运动鞋，成年男性的尺码。顾川，线索指向很明确了，凶手是个成年男性，身高体鞋码41左右，在我们的名单里，赵山河的嫌疑现在最大，刘小白可以暂时排除了。我改变了现场，改变了发现者，现在我几乎可以锁定目标了。跑这么快干嘛？赵山河又把他妈干包摸空了，准是又区区小蚂蚁泡着了。赵山河，隔壁班的吊车尾，爱拿家里的钱。爆炸头，流里流气，专对女生出言不逊，一个标准的混混。泡网吧，他的活动范围很固定。与其像无头苍蝇乱长，不如去他的老巢。就算他不在，他那帮青龙帮的狐朋狗友总该有消息。又来包夜啊？希望能尽快找到赵山河。果然在这里。不行，赵山河他现在什么都没做，直接问他绝不会承认，只会打草惊蛇。有刘小白的教训，我不能再凭冲动行事。我得知道，在今天，在案发前，他究竟会做什么。赵山河今天难道就在网吧了？不能急，在赵山河没有任何行动之前，我只能耐心的等。不能再凭冲动，我得知道，在今天，在案发前，他究竟会做什么。
今天不玩了，改天再战。赵山河这是要单独行动，不行，必须跟上去阻止他。赵山河如此行色匆匆的样子，肯定有事，我必须搞清楚他要做什么。电影院单独一个人，在这种时候，这太反常了。赵山河绝不是有闲情逸致来看爱情片的人，在这种时候，一张票，刚才进去那人看的那场。没人跟着你吧？嗯，东西带来了吗？在这儿呢，保证清晰。谢谢老板，您放心。如果那个开破车的家伙再贪得无厌，不停地敲竹杠，那这玩意儿才会派上用场。这件事你要烂在肚子里。懂，我懂，我发誓，这事儿从没发生过。希望不会再有见面的那一天。数码相机，巨款，开破出租车的家伙，不能再犹豫了。赵山河已经不重要，关键是那个刚刚离开的中年男人。虽然让他跑了，但至少我看到了车，记住了他的样子。我感觉正在接近风暴的中心。老兄，你跟踪我跟踪的很爽吗？找个地方聊聊。这不正是杀害顾梦妍的凶器吗？青龙，杀害梦妍的凶器，刀柄刻着青龙，一定是他，赵山河，就是今晚要杀害梦妍的真凶。周薇，不想受伤就乖乖的跟我走。周伟，你挺能跑啊！说说吧，跟着我想干嘛？赵山河，你对顾梦妍做了什么？刚才那个男人是谁？数码相机里到底是什么东西？你还知道的不少啊。周维，你说顾梦妍那个女人，什么东西？她活该！不准你们侮辱顾梦妍！这群人渣，不配提她！给我好好教训一下，让他多管闲事。赵山河，我终于找到你了！你他妈疯了！说，你对顾梦妍做了什么？你打算对她做什么？数码相机里究竟是什么？20年了，我梦见过无数次这个场景：掐住赵山河的脖子，问他那个该死的夜晚都发生了什么。不能说关于顾梦妍所有事，敢漏一个字，我保证你看不到明天的太阳。我说，是我癞蛤蟆想枪吃天鹅肉，我当着好多人的面跟顾梦妍表白，他一点面子不给，让我滚。请你让开，赵山河，我不想和你说话。我气不过，就带着弟兄们想放学路上堵他，吓唬他，起码让他跟我道歉。爸，你让王叔开车到前面路口接我，这边好像有狗挡路。可那个林书月，林家大小姐，我们惹不起，每次都护着她，根本找不到机会。林书月，原来她一直在护着梦妍。那后来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能让林书月放手不管？但是最近就这个月，他们俩好像闹掰了，不一起走了。你又做了什么？我就想这总有机会了吧？但我发誓我还没动手，我还没找到单独的时候，相机里就是拍了些跟踪的照片，想吓唬他，真的没别的。你说林书月以前一直护着梦妍？不知道，真不知道。他们闹掰，
你知道为什么吗？就听说是林书月突然不理他了，见着面都绕道走。那些人的事儿，我哪知道？找机会盯着那个他，越不看越好。我有大。他给我相机，让我拍的。你们到底做了什么？昨天放学，我们把他骗到老城区那个烂尾楼了。梦魇，你们对他做了这些，那个地方那么冷，那么黑，他一个人，没人帮他。我查了20年，只知道他死了。他被害之前还受过这些。哪只手？我问你，哪只手碰过他？不要！我错。这一下是替梦魇还的。20年了，我终于能替他还一点。疼吗？记住这个疼。今天，你原本打算什么时候再去找顾梦魇？还想对他做什么？不找了，我不敢了。照片昨天都拍到了，仇也算报了。我现在我的手，求你带我去医院。他是谁？叫什么？住哪里？不知道，从来不说自己是谁。我也没敢问啊。他那种人一看就惹不起。他就突然出现，给钱，给相机，交代是。怎么？他要顾梦魇的照片，到底想干什么？我真不知道啊，大哥。他就说有大用，可能是想拿捏他家，或者他得罪了什么人，我不知道。我就是个收好处办事的。我错了，我求你了，不要。赵山河只是个拿钱办事的马仔，真凶难道是那个开奔驰的男人？他是谁？线索到这里就断了。我找到赵山河了，审过了，他不是真凶，他只是被人雇佣。昨天拍了梦魇的照片，雇佣他的是个开黑色轿车的中年男人，身份不明。周围，我同步了，案发的时间地点一切绕旧。赵山河看来也不是关键节点。那个中年男人是关键，但是他开车走了。怎么办？信息断了，时间不够了。梦魇，等等，顾川车牌，我看到了那辆车的信息，虽然只看了一眼，但我记得车牌是 NAL879X。查到了，车辆登记信息显示，车主是林氏集团有限公司。林氏集团，林书月家，难道雇佣赵山河去拍那种照片的是林家的人？林书月家的车，雇佣赵山河去拍那什么的，是林家的人。林书月，顾川，听着，我们之前锁定3个嫌疑人，是假设他们会亲自动手，但现在看来方向都错了。有动机的人不一定需要自己动手。林书月、赵山河、凌小白、林书月。林书月，林氏集团的独生女。如果她对梦魇怀有足够的恨意，她根本不需要弄脏自己的手。她家的势力完全可以找到更专业的人去做。动机呢？他们曾经那么要好，什么样的矛盾需要用到照片威胁的手段，甚至可能导致谋杀？不知道，这就是我现在必须找到的答案，也是阻止事件最后的机会。没时间了。刘小白在医院，赵山河在后巷，唯一还有可能且嫌疑直指核心的，只剩下林书月。我必须马上找到他，赶在那个人之前。周围小心，如果林家真的牵扯其中，林书月可能知情，甚至就是主导。你面对的可能不仅仅是林书月，而是一个拥有资源的劲敌。明白，但我没时间了。
秋月，你应该看在这里。林书月，等一下。周伟，有事吗？不能逼问。如果林书月是主使，逼问只会让他警觉。我的目的不是审判他，是救梦魇。林书月，我找你，其实是想问问关于顾梦魇的事。你们之前那么好，为什么突然就不说话了？周伟，在你眼里，顾梦魇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女孩？我也说不好。她很特别。记得他刚转学来的时候，哪怕只是抱着书从讲台走过，或者课间起身去接水，整个教室好像都会安静一瞬。不光是男生、女生，甚至老师，目光都会不由自主地跟着他。可能就因为太耀眼了，他在班里朋友反而很少，女生不太愿意跟他走太近。男生嘛，大多也不敢主动跟他说话，所以很多时候他都是一个人。后来阴差阳错，他成了我同桌。头1个月我俩几乎没说过话。我上课都不敢睡觉了，怕流口水，更怕打呼噜被他听见。结果你猜怎么着？1个月后月考，我成绩居然进步了10几名。那个橡皮借我一下。从这里把它拆开，看，先一下啊。后来慢慢熟了，借个橡皮问个题，借个笔记，话才多起来。然后我发现他其实一点也不高冷。将来想做什么？想当歌手，很想站到真正的光下面去，让每一寸皮肤都记住光的温度，把那些说不出来的东西都唱给愿意听的人听。不过已经太晚了。后来偶尔聊天才知道，梦魇家是重组家庭，和妈妈、继父住在红旗厂小区，还有个弟弟叫顾川，身体好像一直不太好，不太健。高2那年，我妈送了我一个生日礼物，一个 MP3。周伟，你的 MP3 能借我听听吗？周伟，你下载的歌真好听，我明天还能听吗？当然，随时。我明天再下新的给你。我开始夹带私货，专找那些歌词能替我说话的情歌。有一首歌里唱着，我愿变成那个一直守护你的天使。还有那些关于晴天和故事的情歌，我希望他听的时候能懂。直到那天晚上，我发现 MP3 里一个陌生的录音文件，居然是梦魇的歌声。她的嗓音空灵，有些不稳，却格外动人。我在窗边写下你的名字。我反反复复听了好多遍。周伟，希望我的歌也能偶尔陪陪你。那天晚上，我反反复复听了好多遍。晚上8点，你别安排其他事情了，咱们在红旗厂小区门口见，别让其他同学看见哦。见。结果那天我在他家门下等了好久，最终也没等到他下来。第二天上课的时候，我发现他的眼睛是肿的，我问他原因，他也没说。再后来，我们不再是同桌了，他见到我就躲得远远的，至今我也不知道原因。接下来该我来回答你的问题了。是这里了。林小姐来了，哟，还带了朋友。20年后的我，居然成了靠这个生活的人，在酒吧驻唱，写没人听的歌。这一切的起点，难道不就是因为他借走了那个 MP3，因为他唱的那首歌吗？一次短暂的相遇，一串的扭转一个人生命的轨迹，蝴蝶效应啊！这里是我和他以前常来的地方，放学后没什么事就会逛过来。他喜欢音乐，但家里条件不太好，所以有时候我会买下他看了很久的唱片，当做礼物送他。身上有一种很特别的东西，不是漂亮那么简单，
我想靠近他，对他好。我爸妈一开始也挺喜欢他的。回来了，洗了些水果，你们吃点儿。阿姨好。梦魇来了。觉得他安静有灵气，那段时间我们几乎形影不离。明天见。明天见。明天见。我以为会一直这样，直到有一天晚上，他像往常一样离开后，我妈妈来到我房间，脸色我从没见过的难看。月月，以后别带那个女同学来家里了。为什么？妈妈，你不是说梦魇挺好的吗？我妈说，那是在我爸爸书房休息的床上找到的，那是顾梦魇的头发。书房柜子里的现金好像也少了些。他说那个顾梦魇家境不好，保不齐会有小偷小摸的习惯。月月，你以后跟他尽量少来往。我妈不会无缘无故那样说，我憋不住事，第二天课间就直接去问顾梦嫣，你是不是进过我爸爸的书房？我找洗手间走错了。顾梦魇在撒谎，我听得出来。我家洗手间在哪？他很清楚。当时的我很生气，一直以来的信任被彻底打碎了。我对顾梦魇说：“你不说实话，我们没法再做朋友了。”然后我就走了。我们的关系彻底完了。你确定梦魇是那种人？会不会有什么误会？顾梦魇的表情和他的声音都在撒谎，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撒一个这么容易被拆穿的谎。林书月，一定有原因。你认识他，你知道他不是那样的人。周围，作为他曾经最亲近的朋友，我比你更清楚，那是一个他不愿意让任何人知道的秘密，可能连你也不知道。也许时间久了，真相自己会浮出来。不，没有时间了。哎，林小姐，说到你那个姓顾的朋友，我想起来了，大概15分钟前。老板，老板，走的时候倒是留了个小东西在柜台，说是给你的，让我见到你的时候转交。看我这15分钟前，就在我们来的路上，我们和他擦肩而过了。永别了，梦魇早就做好了离开的准备。头发和丢钱的事与梦魇决裂，心怀怨念，或许他真的有动机伤害顾梦魇吗？刘小白此刻躺在医院昏迷不醒，赵山河被他废了手，还在小巷里躺着，而眼前的林书月正因为一封诀别信痛哭失声。如果这3个可能都排除了，那今晚梦魇到底会死在谁手里？案件为什么依然会发生？凶手是谁？难道我们从头到尾都找错了方向？也许不是这3个嫌疑人中的任何一个，而是尚未触及的更可怕的真相。老板，你看清楚顾梦魇今天穿什么衣服了吗？还有，他有没有说要去哪儿？他穿了一件红色的外套，戴帽子的，不过小姑娘样子挺狼狈的，头发乱糟糟的。背了个粉色的书包，脸上好像还有点伤，眼睛也红红的。红色外套，粉色书包，他有没有说去哪儿？我问他这么急去哪儿，他说赶火车，急匆匆就走了。赶火车，冒票，档案里那2张1月1日去昆明的火车票，他去火车站买票了。林书月，听我说，顾梦嫣现在有危险，真正的致命的危险。想救他，想知道真相，就跟我走，现在立刻去火车站。到处都没有，他不在这里，怎么办？走，去那边。
阿姨你好，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个女孩来买票？她可能买明天早上7点多去昆明的车票。没印象，这么漂亮的姑娘要是来过，我大概记得。太好了，梦妍还没来买票，我们赶在她前面了。你怎么就能确定她一定会来？我就是知道她会来的，一定会。看了那张这物照片无数遍，每一句话、每一处污渍都刻在脑子里。就是这个，就是那个箱子。箱子，档案照片里用来装运梦魇尸体的黑色行李箱，上面就贴着这样的卡通纸。是晚上7点，这个箱子就在这里，空空荡荡。7个小时后，他就会……不对，箱子在这儿，那买箱子的人呢？是凶手，还是无辜的旅客？如果箱子现在被卖掉，我能跟踪他，我能知道是谁买了它。凶器或许、运尸工具都已提前出现在这个时空的节点，凶案正在像齿轮一样无情地朝着既定轨迹运转。盯住箱子，还是盯住售票窗口？线索就断了，也随时可能出现。必须盯住窗口。梦魇的命比什么都重。箱子，如果凶手买了它，他还会出现在公园。我今晚还有机会。现在是空的，是谁的手扔进去？是谁拉上这道拉链？小妹妹，上面的贴纸是你贴的？我最喜欢卡通贴贴了，这样多好看。我哥说这箱子卖150，你要的话算你100块好了。好，现在就要，只要箱子在我手里。至少这个东西不会成为凶器。真的是梦魇？不可能，我是在做梦吗？这20年了，现在他就活生生的出现在那里。会呼吸的，还活着。他的眼睛怎么变成这样？昨天那个烂尾楼里，他们对他……等等，顾梦魇，别走！我找了你20年，你停下来看看我，我不是坏人，我是来救你的。他听不见。师傅，追上前面那辆黄色出租车。小伙子，姑娘，这大晚上的演警匪片呢？我这一开出租的，可不想惹啥麻烦。由钱加辛苦费，麻利点。这就是金钱的力量，简单直接。林书月早就习惯了用这种方式解决问题。林书月，我有个问题，如果当时在你家，不是顾梦妍自己走错进了书房，而是有人邀请她，或者把她带到书房去的呢？什么意思？谁会带她去？除了我。今天下午，我在电影院看到赵山河和一个开黑色奔驰书背头的中年男人秘密交易，男人给赵山河钱，让他偷拍顾梦妍的照片，我记下了车牌。什么？我查了，车登记在你父亲的公司名下。照片，我父亲的车，这不可能！你确定？车牌号我反复确认过，而且他把顾梦妍带走后，才让他出现在书房的，所以才有那些线索。梦妍的逃离触怒了对方，那么灭口或许就成了最后的选择。我觉得我父亲他做得出来。我父亲林生豪，在别人眼里，他是成功的商人，林氏集团的掌门人，雷厉风鸣，手腕了得。我妈常说，他能把生意做这么大，
骨子里就有古不择手段的劲儿。他对我要什么给什么，可我们父女好像从来没好好说过话。他的书房，就算家里只有我们，有时也锁着。我从来不知道，除了生意还有什么。如果真是林生豪，他根本不需要亲自动手，一个电话，一次意外就能让梦魇这样的女孩无声无息的消失。就像碾死一只蚂蚁，我的对手是一个看不见的庞然大物。那2张火车票，为什么是2张？梦魇想逃离这里，逃离林生豪，那他要带上谁？林书月，现在只有追上梦魇，当面问清楚一切。有你在一起，你父亲也许还会顾忌。他这下追不上了。怎么出什么事了？糟了！他奶奶的！长没长眼睛？会不会过马路？老子刚补的齐。倒霉透了！你们给那点钱还不够我修车的，真是到了血霉了。不是这辆，也不是那辆，梦魇坐的车被跟丢了。我跟丢了20年，我回到这一天，就在他面前，我把他跟丢了。等我一下。顾川，是我，跟丢了。梦魇现在没买成票，我可能打乱了他的计划。他会去哪儿？下一步是什么？票没买成，意味着姐姐她今晚走不了。不，他一定还会有其他方式。顾川，这个箱子，我们一直以为是凶手买的运尸工具，但如果凶手根本没去过火车站，这个箱子就在售票亭旁边的店里卖。一个更合理的推测是，这是顾梦魇自己买的。自己买？为什么？梦魇计划拿到票，然后用这个箱子装东西。刚才见到他时，他只背了书包，这个箱子是他买的，那他一定还要去某个地方往里面装东西，然后才能去火车站候车。黑色行李箱，2张火车票，装东西。顾梦魇现在几乎一无所有，有什么值得用这么大的箱子装，并且必须带走？难道说身体被光腐蚀？顾川不能见光，他要躲在黑暗里。行李箱封闭黑暗，可以藏人。梦魇要带走的人是顾川，要把不能见光的弟弟藏在行李箱里，一起逃出去。顾川，我明白了，箱子是梦魇买来装你的。那2张火车票，一张是他的，另一张是给你买的。他可能是想用某种方法带你走，把你藏在箱子里，因为你不能见光，他要带你一起逃离这里。顾川，你家红旗场小区的具体地址，单元，门牌号，快告诉我。3号楼2单元501。我现在就去。周维，你在跟谁说话？这大晚上的，你手里拿的什么？对讲机？这玩意儿也太先进了吧？没什么，一个能帮上忙的朋友。林书月，我知道接下来要去哪里找他了。去他家，红旗场小区。他一定会回去，至少会去接他弟弟。周维，刚才在车上，我的话还没说完。你告诉我，如果我父亲，如果真的像你怀疑的那样，他会对顾梦魇做什么？最坏的结果是什么？最坏的结果会让他消失。我就信你这一次。月月，这么晚了，怎么还没回家？爸爸，爸爸，不好了！我被车撞了，流了好多血，好疼，我好害怕，我是不是要死了？什么？撞车？月月，你别慌，告诉爸爸你在哪里，我马上让司机过去接你，不，叫救护车。我就要你来，爸爸，你快来！我好冷，我在西郊老机床厂后面的废路这边。好好好，宝贝女儿，你别怕，坚持住，我亲自开车过去，你保持电话畅通。这个你拿着，万一需要联系。虽然我还是不愿意完全相信我父亲会做那种蠢事，但今晚我会用这个方法拖住他，让他至少在几个小时内没机会去找顾梦魇的麻烦。你去找他吧，如果你真的只要找到了他安全了，听我告诉他，
林书月对之前怀疑他的事感到很抱歉。我其实一直都很珍惜，我们曾经是最要好的朋友。你找谁？小时候的顾川。顾川，快开门！我是来救你姐姐的，她很危险。你在跟谁说话？情况怎么样？在跟你说话。小时候的你，我现在在你家门口。但这小子警惕性太高，不给开门。我那时候几乎不见外人，整天待在家里，说学校里有个很好的男同学叫周维。顾川，我是周维。你姐姐应该跟你提过我，开门，我有急事找她，关乎她的安全。姐姐不在家，你找她做什么？小川，听着，现在情况非常危险，我没时间解释太多，但你必须相信我，我在帮你，更是在救你姐姐。我问什么，你答什么，好吗？姐姐说过，周维是对她很重要的人。我相信你。你姐姐今天什么时候离开家的？早上6点，她说去上学。中途回来过吗？家里现在就你一个人，你父母呢？爸爸，他一早就出去了，他一般晚上才回来。能让我看看你姐姐的房间吗？或许能找到她去哪儿的线索。好。他就每天躺在这张床上，听我送给他的 MP3 里的歌吗？这些污渍是他的吗？什么时候弄上的？小川儿，你们的妈妈呢？我出生后就一直和妈妈生活，后来妈妈嫁给了现在的爸爸。没过几年，妈妈就生病去世了。姐姐说，她以后要赚很多钱治好我的病。也许你的病不是什么坏事，说不定是一种了不起的超能力呢。不是姐姐，是我爸，继父回来了。不是姐姐，是我爸，继父回来了。不能让他发现你，他会打死我的。快躲进去，别出声。真是他奶奶的，哥，真他妈晦气！他睡着了，喝多了就睡得很死。你快走吧。周伟，是我。他在西郊这边车祸现场耗着呢，他急疯了，叫了救护车又找警察，一时半会儿脱不了身。我今晚会想办法一直拖住他。你那边怎么样？知道了，谢谢。我还在找他弟弟在家，但他没回来。西塞，你小心。所有人都在期待新年，期待未来，可梦魇的围墙在几个小时后被冰冷的斩断，埋在雪里。我回来了，我找到了凶手可能的影子，我阻止了直接的威胁，我甚至触碰到了真相的边缘，可我还是找不到梦魇，救不了他。我这边刚刚同步了，案件记录没有改变，死亡时间、地点、方式，一切都还在那里。我们失败了。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拼尽全力，甚至不惜伤害他人。我回来，只是为了再看一眼他注定死去的命运吗？他们的未来是可见的、温暖的，而他的未来，几个小时后，就将终止于冰冷的雪地，终止于无人知晓的黑暗。不对，不是的，顾梦妍现在不是档案里一张冰冷的照片，不是墓碑上一个名字，他还活着。而我知道，我是唯一知道的人，我还没有输。
只要他还活着，只要最后1秒还没到来，我就没有输。顾川，听我说，我们还没完。告诉我，从我回来到现在，案件信息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所有细节，任何微小的不同，全部告诉我。在我这里观测，确实一直在波动。死亡时间、地点、死因，但一些物证细节变了。说具体。首先，火车票。原始档案里，他口袋中有2张1月1日去昆明的火车票，但现在是在他外套内侧口袋里发现了2张同一天、同一目的地——昆明的长途汽车票。火车票没了，因为我们下午在火车站的出现和追踪，梦魇放弃了火车，选择了更不引人注目、班次更灵活的汽车。逃离的意图没变，只是换了方式。凶器没变，依然是一把刀柄刻有青龙图案的匕首，指纹被擦除。赵山河的刀明明被我夺下，扔在了那条小巷，他人也被我打伤，失去行动能力。为什么凶器还是他？那种小刀，他们一伙人可能都有，不止一把。我拿走的只是其中一把，真凶用的可能是另一把。那个恶霸不是直接凶手，但他的武器、他的帮派依然是线索的一部分。还有你布下的捕兽夹，报告里提到了，警方在凶手遗留在现场的那只41码运动鞋鞋底提取到了一些之前没有的微量物质。是什么？橙黄色的淀粉类物质，混合了少量油脂和食用色素。当时并没有更新的技术。淀粉和油脂和色素，最后也是最大的一个变化。周围还记得那个用来运尸的黑色行李箱吗？他怎么了？他的案件报告里，那个黑色行李箱没有出现，替代他的证据是顾梦魇的牛仔裤裤脚部位发现一枚卡通贴纸。卡通贴纸？卡通贴纸不见了？什么时候？这是贴纸。买下箱子时，贴纸明明还在，拖着箱子追赶顾梦魇，在红薯摊前摔倒，还是后来在红旗厂小区楼道里的磕碰，我完全没有留意到贴纸什么时候掉了。卡通贴纸粘到了梦魇的裤子上，这是……我明白了，也许我一开始就想错了方向。我明白了，一切谜团都迎刃而解了。顾川，问你一个问题：你的继父，他的职业是不是出租车司机？爸爸，他一早就出去了，他一般晚上才回来。是，他开出租，但我从来没告诉过你他的职业，你是怎么？因为一切都连起来了。黄色淀粉物质，你说凶手鞋底沾了那个，那不是别的，是烤红薯。我的鞋上现在也有。就在不到2小时前，我们追梦魇坐的那辆出租车，为了躲一个烤红薯摊撞上了护栏。当时踩在那些打翻的红薯上的只有3个人，我、林书月，还有那个司机。如果那个司机就是凶手，他踩了一脚红薯，然后去作案，鞋底留下痕迹，逻辑完全通顺。还有这个卡通贴纸，我买它时贴纸明明在，我一直带着它，只有一次它离开我的视线，就是追车时，它被放在了那辆出租车的后备箱里。车祸撞击，贴纸完全可能被震落，又无意中粘倒了。贴纸从运尸工具上转移到了被害人身上，这是唯一合理的解释。他奶奶的！他奶奶的！不止这些，顾川，还记得电影院我听到林生豪和赵山河的对话吗？如果那个开破车的家伙在贪得无厌，不停地敲竹杠，那这玩意儿才会派上用场。开破车的家伙，林生豪指的不是别人，正是你继父，一个开破出租车的。他可能在用什么把柄，也许是知道了林生豪对梦魇的企图，在敲诈那位林老板，所以林生豪才需要掌握那些不可告人的秘密。所以林生豪才想要那样做，可能是想反过来控制你们的继父，或者希望同时控制他们2个人。他奶奶的！所以，杀害顾梦魇的真凶，不是我们之前怀疑的任何一个人，不是刘小白，不是赵山河，甚至不是林生豪本人，而是那个最有理由阻止他离开，并因他而失去潜在利益的人，是你们的继父。找到了，顾川，听着，我想整件事的经过是这样：最开始，在林书月家，你姐姐被他那道貌岸然的林生豪盯上了。
可能发生了很不好的事。你继父赵国才发现，赵国才这种人怎么会放过机会？他肯定用这件事做把柄，开始敲诈林生豪。林书月妈妈发现家里钱少了，以为是梦魇偷的，其实那钱是林生豪自己取出来付封口费。林生豪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他找到赵山河，让他强行带走梦魇，并制造出他要挟他的借口。他想用更肮脏的把柄反制赵国才，同时也彻底控制你姐，让他不敢声张。从头到尾，你姐姐就夹在这两个自私又冷酷的男人中间，被欺压、被胁迫、被当作换取利益的筹码。所以，他只能买好车票，准备好箱子，他想在新年之前待着你，远走高飞，彻底离开这个地狱。是赵国才这个混蛋，这个吸血鬼，他怎么会甘心放走自己的摇钱树？带着一身力气回家，发现梦魇要走，或者两人发生激烈争吵，在失控的情绪笼罩下，悲剧发生了。那是一个无法挽回的结果。凶之后，他用出租车运走尸体，用梦魇自己买来，原本打算装下希望和未来的那个黑色行李箱，抛尸公园，制造假象，这就是全部的真相了。听到了吗，顾川？这个真相，我们等了20年。顾川，你听到了吗？顾川，手尾部好，我的能量耗尽了，所以在消失，你必须尽快阻止。他撑不住了，那我呢？我还能在这里待多久？不对，是时间在剥离我。顾川那边出了问题，我必须在案发之前找到他。梦魇，等我，这一次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不管他是谁。在哪儿？拜托了，让我再找到你一次，最后一次。这次不是幻觉，不是记忆碎片，是活的他。这一次，我不会再让你消失。绝对不能再错过你了！我绝对不能再错过你了！你好暖和，周围，你怎么会在这里？我来找你，一直在找你。下午在火车站，我看到你了。我为什么要跑？我要离开这儿，有些事你不懂。我懂，我知道你在经历什么，知道你想保护谁，知道你为什么要走。你不必一个人扛着所有事。你弟弟、你朋友还有我们都可以帮你，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向你保证，你什么都不用怕。谢谢你，梦魇。听我说，梦魇，今晚千万不要回家。让我来保护你，我会把你带到最安全的地方，剩下的事交给我来解决。相信我。我做到了，我真的改变了吗？等这一切结束，回到我的时间，活生生的微笑着的顾梦嫣会站在那里吗？我们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结局吗？这把匕首。对不起，周伟，这条路我只能一个人走下去。为什么？周围，听到指挥话，你在哪儿？时间的样子，不是一条线，而是一片海。顾川的意识就是能在这片海里跳跃的船。我明白了，他的病，他的能力。为什么自己会在这里？是濒死的体验，还是顾川的锚点彻底失效？我被……周伟，醒醒，周伟！你知不知道自己流了多少血？差点救不回来了。幸亏我给你的手机有 GPS 定位。我发现定位显示你在一个地方很久没动，感觉不对。找过来时，你已经倒在雪地里，到底发生了什么？顾梦魇呢？顾梦魇，你找到他了吗？从最开始就全错了，根本没有谁想要伤害顾梦魇。
真正有动机的，并且已经付诸行动的人，是顾梦魇自己。顾梦魇今晚根本不是要逃离，顾梦魇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是他的继父，他想杀了他，然后杀人弃尸。你那什么？要杀他继父？这怎么可能？怎么不可能？长期的家暴，母亲去世后的无助，弟弟的病需要钱和环境，那个人是吸血的魔鬼，是顾梦魇所有痛苦的根源。他想保护顾川，保护自己，除了彻底让他消失，还有什么路可走？20年了，我只知道他死了，从没想过他可能也举起过刀。他不是受害者，他是绝望的反抗者。顾梦魇计划好了所有，跑车票，准备好箱子，甚至可能准备好了工具。他想在新年之夜，在那个男人醉醺醺回家时做个了断，然后带着用那个箱子处理掉垃圾，永远消失。所以他那天来我家，不是想见我最后一面，他是来告别的。那张唱片永别了，我当时为什么没看懂？但是顾梦魇的计划失败了，他为自己准备的逃亡工具和计划，他们成了凶手处理他尸体的完美道具，这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些矛盾的证据。因为最初的凶手和受害者在那一刻互换了。他没能杀死那个男人，反而被……如果那天我没有推开他，如果我问他一句你怎么了，是不是一切都会不一样？不好，这个时间他应该已经回家了，甚至可能已经动手了。你疯了！你伤成这样怎么去？血才刚止住，再晚就真的来不及了。我必须阻止他，不能让他走上那条绝路。我跟你一起去，扶着我。梦魇，这一次我会相信你，哪怕你根本不想见我。再坚持一下，顾川都能撑20年，我这点疼算什么？太安静了，不对劲。如果他已经动手，应该有声音；如果还没动手，这么晚，糟了，梦魇，我来了！你撑着！这里发生了什么？梦魇，松开刀，松开啊！你会死的！他妈的好啊，还叫了帮手！放下，快放下！是来跟我作对的，对吧？来啊，看是他先死，还是你们先死！别白费力气了，没人能。周伟，是你吗？我打不过他，我做不到，是你吗？我做不到。梦魇在叫我，他还活着，他还认得我。周伟，我什么都看不见了，我看不到他了。我一定要找到你们，谁也离不开这儿。老子弄死你们！你躲哪儿去了？出来啊！刚才不是挺能踹门吗？老子在这屋里活了10几年，闭着眼都能找到你们。你还好吗？你血是梦魇的血，真的来了。周伟，你真的来了。梦魇在叫我，他还活着。不行，梦魇撑不了多久了。别说话，别睡，我在这儿。逮到你了，小家伙！周伟，啊！你他妈！不能让他拿到刀。梦魇还躺在那边。我砸了，他死了吗？梦魇，你醒醒啊！对不起，
也坚持住，没事了，结束了，没人会再伤害你了。一切都过去了，求你再撑一会儿，就一会儿。周围，你听到了吗？变了，未来改变了，故人的记录，它在变化，文字在淡化，影像在重构，它在从我的记忆里被改写。我们成功了，你真的做到了，你真的救了他。20年的噩梦终于结束了。锚点正在重新稳定，但我的能量快耗尽了。周围，做好准备，我马上拉你回来。梦魇交给你了，叫救护车，还有报警，就说入室抢劫，自卫伤人，好好活下去。再见了，这次是真的再见了。3、2，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不，手锅才还没洗，还要去拿匕首，梦魇就在旁边。周围，怎么了？快出来！周围，这是哪里？周围过失杀人，判处有期徒刑。没想到我们会在这种地方重逢。我的梦想实现了。实现了吗？我救了他，然后坐了牢，出来之后他来找我，我们在一起了。这是我一直想要的结局。为什么我一点都不觉得高兴？那些画面像电影一样，一幕幕闪过。可我怎么感觉不到那是我？为什么我在这里？这不是我们的家。为什么我记得那些日子却感觉不到快乐？那些拥抱，那些笑，像别人的故事，梦魇的脸。可我想不起那一刻我心里是什么感觉。这个抽屉，我为什么想打开它？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叫我。这个，我记得。当年在教室里，他带着他听歌。后来怎么了？他怎么会在这里？我记得我好像把他弄丢了。如果你能听到这个，希望我的歌能偶尔陪陪你。17岁的声音，血液之前的声音，那个还没被伤害过的梦魇，我拼了命想保护他。梦魇呢？那个和我在一起的梦魇，他是谁？我必须去找顾川，只有他能告诉我。连招牌都换了，可名字没变。是巧合，还是顾川不见了？或者说，这个时空的咖啡厅里从未有过那样一个老板。先生，几位，喝点什么？可以随便坐。我找人。那个背影太熟悉了，20年，我在记忆里想过无数次。如果他活到现在，是不是这样？梦魇，真的是他。可为什么我一点都不觉得亲近？那些记忆里的拥抱呢？那些一起走过的街头呢？收尾他惊讶，为什么？如果我们是夫妻，他不该惊讶我出现在这里，除非……周围，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记住，周伟，时间不是游戏。我们扔进过去的任何一颗小石子，激起的涟漪可能淹没一切，包括我们自己。可能淹没一切。